两名潜水爱好者为了追捕一条巨型鲶鱼，潜入了一个水下洞穴。游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气体不多了，于是决定原路返回。结果因为水下能见度太低而迷了路，他们分别朝两个方向游去。一人在气体耗尽前幸运地游出洞穴，另一人则游向了洞穴深处，生死不明。随后，一场大规模的救援行动立刻展开。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虽然现场有100多名救援人员，可竟没有一人拥有洞穴潜水资格。随后，救援总指挥认为失联的人已经死亡，这次行动也有救援改成了打捞。那失联的人真的已经死了吗？他最终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好，我是申明远，欢迎观看本期的洞潜故事。美国尼卡杰克洞事件。在美国田纳西、亚拉巴马及乔治亚3州交界处有一座大坝，叫尼卡杰克大坝，修建在田纳西河上。它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拥有并运营的9座发电站之一。这个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后面我就简称它为 TVA 了。水坝在这片区域形成了一个4200公顷的湖泊，叫尼卡杰克湖。湖的南岸隐藏着一个洞穴，叫尼卡杰克洞，有一条步道可以走到洞口附近。而尼卡杰克是大坝上游一个村庄的名字，现在已经被湖水淹没。在大坝修建以前，尼卡杰克洞还是一个干洞，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还是一个重要的硝石矿，后来又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曾对这个洞进行了一次详细测量，并标注了每段通道的长度和高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水坝建成以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水下洞穴，只有洞口大厅处在水面以上，也称作外洞。洞口宽43米，高6米，外洞区的水深约9米，洞穴总长度超过1公里。现在外洞的大厅成了濒危物种灰蝙蝠的栖息地，为了保护它们，同时也为了避免有人潜入洞内，管理方就在洞口安装了2道护栏，但很多人还是会偷偷进入，比如我们这期视频里的3位。1992年8月15日晚上11点多，大卫·甘特和他的2个朋友斯科特·克拉克与亚历克斯·迈尔斯偷偷来到洞口附近。他们之所以晚上来，也是为了躲开管理人员。3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可他们的潜水经验都来自开放水域，并没有洞潜方面的认证。但他们仨已经潜入过这个洞穴3次，最近的一次是前一天。当时他们在洞内发现了一条巨型鲶鱼，重约200斤。大卫还用鱼叉刺中了它，但这条鱼最后逃进了洞穴深处，所以3人就准备再去一次把鱼抓到。翻过围栏后，亚历克斯留在外洞支援，大卫和斯科特则下去寻找那条鱼。外洞区的水比较浑浊，能见度只有60厘米左右。不过因为内洞的主通道并不深，甚至还比较宽阔，所以只要不进入那些岔洞，按说问题也不大。2人在水中找了将近1个小时，可那条鲶鱼始终没有出现，因为所剩的气体已经不多，再加上水中的能见度因为他们的游动变得越来越差，2人决定放弃寻找，原路返回。之后他们朝着他们以为正确的出口游去，可事实上游反了。之所以会游反，主要是因为他们进来时没有携带引绳，再加上能见度差，就记错了方向。游了大概10分钟后，2人觉得应该已经到洞口了，结果发现头顶还是岩石，2人顿时惊慌失措。他们疯狂地游动，试图寻找出口，但这些动作又搅起了更多泥土，使得水中的能见度几乎降到了0。2人随即走散，他们分别朝着2个方向游去。大卫的朋友赌对了，他的气体即将耗尽前从外洞浮出了水面。他与另一人等了一会儿，发现大卫始终没有出来，于是就报了警。时间为8月16日凌晨2点，而大卫在走散后就一直往洞穴的深处游去，出口肯定是找不到了。但他也比较幸运，就在气体即将耗尽时，他发现了一个气穴，只是这个气穴很小，高度只有20厘米左右，他只能勉强把头露出来呼吸，而这里也没有支撑点，大卫必须依靠背心和拍打手脚漂浮着。他内心非常绝望，因为不知道朋友斯科特是否还活着。再过一会儿，外面的亚历克斯应该会报警，但这个气穴里的空气可能无法让他支撑到救援到来，就算能撑到，他也可能会先因为力竭或者是低温症死去。在外面 TVA 组建的救援队已经赶到现场，但救援总指挥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现场的救援人员虽然有上百人，但他们竟没有1人拥有洞潜资格，而有洞穴搜救能力的人最近的也在亚特兰大和亨茨维尔，等他们赶过来至少还要4个小时，所以他们在外洞区搜了一圈就放弃了。时间为凌晨4点，总指挥认为这个时候大卫肯定已经耗尽气体溺水而亡，所以他就把行动由主动救援改成了打捞。南非斯泰克方丹洞的悲剧似乎就要在这里重演了。8月16日凌晨6点左右，有2人来到现场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是汉密尔顿洞穴及悬崖救援队的队长巴迪莱恩以及他的好友丹尼斯库里。2人认为尼卡杰克洞内应该有不少气穴，依据是之前绘制的洞穴地图，那张图标记了每一段洞穴的长度和高度，有好几处的高度都是高于洞口的。
那既然洞口都没有完全淹没，这些地方肯定也没有，所以里面应该有好几处气穴。而大卫出于本能肯定会上浮，也就是贴着洞穴顶部游，那他就极有可能找到其中一个。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他俩的推测非常正确。但可惜的是，救援总指挥却拒绝了他们的搜寻建议，因为他觉得只凭借一个推测就让潜水员下去冒险不值得。巴迪和丹尼斯又请求让自己去外洞评估一下情况，但还是被拒绝了。总指挥甚至说这是水上救援，不是洞穴救援意思也就是你们搞旱洞救援的就别凑这个热闹了。后来专业的洞穴潜水员赶到，巴迪两人再次请求让他们下去搜穴，但又一次被总指挥拒绝。此时的大卫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差，为了保持漂浮状态，他的手脚必须时不时在水下拍打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动作变得越来越吃力，因为除了饥饿，气血里的氧气正逐渐减少，二氧化碳含量却越来越高。他开始出现剧烈头痛和幻觉，体温也在逐渐下降。大卫处在一个濒临放弃的边缘。外面的巴迪和丹尼斯还没有放弃，他们看劝了几次都劝不动总指挥，于是决定使用自己的人脉。他们联系了好友马克·考德维尔，马克是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国防主管，同时也是该地区志愿服务的州紧急服务协调员。他深知巴迪两人的技术，也相信他们的判断。在听完两人的讲述后，马克立即开车前往事故现场。总指挥很热情地欢迎了马克，同时还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把救援改成打捞。但马克却跟他说，我们的职责是协助专家，而不是对他们指手画脚。随后马克接管了现场的指挥权，并重新将行动定为主动救援。马克与巴迪的队员研究后认为，在找到大卫以前，大卫极有可能先因缺氧昏迷，因为他们计算后发现那些气穴的空间都比较小，所以必须先给他送去更多空气。接着马克就下达了一个命令，让尼克杰克大巴立刻启动发电机放水，同时让上游的大巴和下游的湖泊开始蓄水，这样就能降低4200公顷的尼卡杰克湖水位，也将让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损失数十万美元。但马克依然决定这么做。大约1个小时后，湖面的水位下降了35厘米，这是水坝通航前所允许的最大下降水位。之所以要降这么多，也是经过计算的，因为根据洞穴地图标记的高度来看，当湖水下降35厘米后，洞穴的主通道就会出现一条高至少5厘米的空隙，这足以让外界的空气进入洞穴内部。如果大卫所在的气穴恰好在这段区域，那他呼吸就暂时没有问题了。这个做法也非常正确，因为当时大卫正处在昏迷的边缘，他突然感到有股空气吹了进来，水位也下降了一些，但他认为那是临死前的幻觉。水位稳定以后，巴迪和库里穿着潜水装备开始进入洞穴寻找大卫。为了节省气瓶里的气体，两人一路都是仰着头贴着洞顶的空气通道前进，可这样做也导致两人看不到水里的情况。他们刚进去没多远，就被这长约2米的巨型生物撞到，两人被吓得一动不动。这应该是一条巨型鲶鱼，而且搞不好就是大卫他们追的那一条。在洞穴里要是被它攻击到，后果不堪设想。幸好过了一会儿，那只巨型生物又离开了。两人一边游一边喊大卫的名字，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突然听到有人回应，于是赶快往声音的方向游去。终于，他们在一个狭小气穴内发现了一人，那正是大卫。此时距离他被困已经整整17个小时。巴迪和丹尼斯非常兴奋，毕竟他俩包括马克承受的压力也很大。但大卫这时却有点怪怪的，他看着两人认真地问道：“你们是天使对吧？”原来大卫的幻觉还没有消失，当巴迪两人的灯光出现时，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亡，并看到了天使。随后，大卫在2名天使的帮助下开始往外洞游去，直到他从洞口出来并上了船，才明白自己还活着。这2个人也确实是他的天使，因为如果没有他俩的坚持，没有他们争分夺秒的施救，没有马克的信任和鼎力相助，那大卫可能2个小时前就已经死亡。大卫的存活也再次证明，洞潜出事后要想活下来，那首要条件就是要有气穴，并且还要找到气穴。另一个条件是得有人不放弃，坚持去救你。今年2月份的广西洞穴救援就是如此。我刚刚采访了救援队，拿到了最新的洞穴地图以及洞内第一视角的潜水素材，后面我会尽快发布。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